勇子，3号桌的爆炒花甲马上好，让服务员准备端菜。小哥，这3万块钱是你这3年的辛苦费，拿上钱，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勇子，你是什么意思？当初这个大排档是我们兄弟俩从路边摊一起打拼出来的，现在1年净赚几百万，你要赶我走？什么一起打拼，还不是靠我们勇子的商业头脑和我的网红营销？你就是一个颠勺的，随便花几千块钱雇一个厨师都可以干，凭什么分那么多钱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师傅，对不起了。勇哥说，现在大排档不需要什么真手艺，只要重油重辣，再用点预制菜包，客人根本吃不出来。而且，勇哥让我当主厨，还给我干股。胡闹！用预制菜和僵尸海鲜糊弄顾客，你们这是在砸大排档的招牌。周太以为学了点皮毛就出师了，他不知道大排档真正的灵魂除了讲究锅气和新鲜食材，更核心的是我的秘制配方。他们连底牌都摸不清，就敢过河拆桥。哼，招牌，我的流量就是招牌。现在这个社会，只要营销好就可以了。时代变了，表哥，下个月我的豪华排霸广场就要开业了，那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靠烂食材和虚假营销，你们绝对走不远。拿了钱就赶紧滚吧，一身去无酸气，别在这碍眼。下个月对面我的豪华排大广场开业，别忘了来捧场啊！我还能赏你口饭吃。小林啊，你真的打算在这儿摆摊吗？对面是你表弟砸重金开的豪华排爆广场，你这个小摊儿能抢过人家吗？大叔，您放心，我有分寸。大排档吃的是味道和人情味，不是装修和排场。我有最新鲜的食材，有炉火纯青的锅气，还有他赵勇砸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秘制配方。赵勇以为做餐饮就是做流量，觉得大排档不需要手艺，那就让他拭目以待，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锅气和人间烟火。哟，小林，你表弟对面搞那么豪华的排款广场，你这大主厨咋跑出来支个小摊儿？大妈，给人打工随时会被一脚踢开。这摊子虽破，但我自己做主，赚的每一分钱都踏实。老板，现在能炒个海鲜粉不？兄弟，明晚正式出摊儿，到时候你来，全场半价，保准让你吃爽。行，冲你这态度，明晚我带兄弟来尝尝。明天就是硬仗，大排档的底子，除了我的秘制配方，全在食材鲜不鲜上，得赶紧去趟水产市场进货。老板，这批活虾来10斤，花甲要土净沙的，来20斤。放心吧，兄弟，全市场就我这货最鲜。老板，我做的是长久买卖，你能不能保证以后的货都像今天这么鲜活？量大，我每天凌晨包送。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搞大排档，为了压成本，不用冷冻死海鲜的太少了。就冲你这么守规矩，改天我高低去捧捧场。好，随时欢迎。周总，这批货的辛苦费您拿好，10万返5万，以后赵总那边的大单子全仰仗您了。好家伙，拿5成回扣，根本就是给客人下毒。赵勇以为大排档靠流量和重口味就能赚大钱，却不知他重金请回的主厨，亲手在他的锅里埋了颗雷。没有好食材和秘制配方，这块招牌迟早被他们自己砸烂。以前在赵勇店里，为了保证海鲜绝对新鲜，我每天凌晨就得爬起来。看半天了，到底买不买？买不起就别乱翻。
老板，消消气儿，我是永记海鲜的，咱都是老熟人了。那筐活蟹便宜点给我。行吧，行吧。每一斤食材我都要精打细算。大排档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给客人吃死海鲜。我那手从不离身的独家秘制配方，才赋予了普通食材真正的灵魂。太香了！赵勇的摊子干了3年，从没让一个客人吃坏过肚子。名声一点点起来，最终被我拖到全城好评榜第1。做餐饮，尊重食客的胃，才能拿住食客的钱。用拿5成回扣的僵尸肉和科技狠说糊弄顾客。赵勇，不用我费心思反击，迟早有一天，你会死在自己的贪婪里。我起早贪黑备货的时候，我那好表弟赵勇正在市里最高档的酒楼包厢里摆了一桌家族答谢宴，急着向全家人炫耀他的大生意。这3年，为了这个大排档，我每天凌晨3点起来挑海鲜，后厨热得起一身痱子，手腕上膏药就没断过。他现在出息了，3万块钱把我踢走，还要在亲戚面前踩我一脚。各位长辈，今天把大家聚过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赵勇出息了。这3年，我从小破摊一路干到网红大排档。下个月，我投资1000万的永记海鲜广场就要开业了。勇子现在是大老板了，咱们老赵家就指望你了。对了，咋没见林峰啊？以前的摊子不都是他哥后厨一锅一锅炒出来的？大伯，您老外行了，现在做餐饮，谁还靠个颠勺的厨子？我1个月花7、8千，什么厨子顾不到？就是，峰哥那人死脑筋，还真以为大排档离了他就赚不起来了。咱们勇子靠的是商业头脑，是网红引流。勇子啊，你那海鲜广场那么大，三叔手里有点棺材本，能不能也投点股，跟着你喝口汤？没问题，都是自家人，只要大家信得过我赵勇，这广场的股份算大家一份，年底分红翻倍。林峰，听见没？这年头有钱有流量才是王道，你那个破手艺，离了我屁都不是。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疯子，你看他在群里放的什么狗屁，把你的功劳抹得一干二净，亲戚们还都在底下排着队拍他马屁。行了，少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平白给自己添堵。妈，嘴上吹得再响没用，最后还得看客人认不认你锅里的菜。群里的消息别看了。妈是替你憋屈，你累死累活给他打下这江山，他现在拿3万块钱打发叫花子呢。妈，大排档吃的就是个新鲜和火候。他赵勇以为弄几根烂菜叶子，多放点辣椒精就能糊弄过去，食客的舌头是骗不了人的。疯子说的对，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咱不跟他比那些虚头包脑的，咱凭良心干活，心里踏实。赵勇，亲戚们的几句好话撑不起你的海鲜大酒楼，你用那些廉价的科技狠活，早晚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不跟你打嘴仗，咱们手底下见真章。不管是在大酒楼，还是在这巴掌大的路边摊，这口纯正的锅气和我林家祖传的秘制配方，就是我永远不会输的底牌。明天，就是咱们同时开业的日子。赵勇，你搞你的豪华排场，我做我的市井烟火，咱们走着瞧。表弟的海鲜广场今天正式开业，为了造势，他不仅花重金请了网红 DJ， 还把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个爆。这阵仗确实唬人，但在餐饮这一行，排场搞得再大，要是填不饱食客的胃，沈鸠是海市蜃楼。今天咱们就比比，到底是你的噱头管用，还是我的手艺实在。沈会长，您能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永记蓬荜生辉啊！快请进，快请进。赵老板，排场搞得不小啊，不过做大排档弄这么大动静，锅里的东西还能顾得上吗？沈老您放心，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现代餐饮管理模式，后厨全标准化作业，而且今天给您准备的全是顶级的进口海鲜。是啊，沈会长，我们永记主打就是一个高端奢华，保证让您吃出米其林的感觉。大排档吃米其林，
简直胡闹！这炒个粉多少钱啊？对面那看着太吓人了，俺们不敢去。几位大哥，累一天了吧？快坐快坐，来我这儿你们算来对了。爆炒花架配炒面，量大管饱，价格公道，绝对接地气。那给俺们整3个炒面，再来一份最便宜的蛤蜊吧，多放点辣椒，下饭。好嘞，老哥，先喝口热茶暖暖胃，马上就好。不管门外停的是保时捷还是破3轮，不管坐的是餐饮会长还是农民工兄弟，只要坐到我的桌上，我就必须对得起他们这张嘴。大火锁鲜，急火快炒。我的亲娘嘞，这味儿也太霸道了，比俺过年吃的肉都香。大哥们，趁热吃，面不够锅里还有，免费加。赵勇，你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虚荣，为祖的是你的面子，而我这口锅里翻滚的是沙沙达什的人间烟火。这第一仗看似你赢了，但这把火才刚刚烧起来。沈老，各位老板，尝尝这道咱们永记的招牌红红火火爆炒波龙，这可是我专门高薪挖来的主厨用秘制调料炒出来的。您各位动筷子，这绝对是顶级的味觉享受。赵老板今天真是破费了，那我们就借沈老的光尝尝鲜。好重的香精味和工业辣椒腥的味道，这哪里是炒海鲜，这简直是用调料在泡木渣。肉质松散的像泥一样，完全没有活海鲜的 Q 弹，而且不管怎么用肉油重辣去掩盖，那股死鱼烂虾的腥臭味还是直冲脑门。这小子居然敢用冷冻发臭的僵尸海鲜来糊弄我！哎呀，这味道确实挺浓郁的，挺特别，挺特别。赵老板这排场够大，咱们喝酒，喝酒。哈哈哈，我就说吧，做餐饮排场搞得大，就没有拿不下的客人。都给我动作快点！这批死蟹的味道太冲了，再给我加2勺辣椒精，还有那个科技味精，多倒点，必须把这股臭味给我盖住。太哥，这辣的都刺鼻了，客人吃不出来吗？你懂个屁！勇哥说了，来这儿吃饭的都是冲着环境和网红打卡来的，只要吃不死人，辣得他们直冒汗，谁还管海鲜新不新鲜？给我炒！赵老板真是不巧，我突然想起来，协会里还有个紧急的会议要开，我得先走一步了。哎，沈老，这菜才刚上齐，你怎么一口就不吃了？是不是不合胃口？我让后厨重做。是呀，沈老，您再坐会儿嘛，一会儿还有网红表演呢。不必了，赵老板，做餐饮这行，外表包装的再光鲜亮丽，老百姓的舌头也是雪亮的，你好自为之吧。哎，赵老板，我那公司有点急事儿，我也得回去了。对，改天去，改天去。这群大佬怎么回事？说走全走了，饭都不吃一口。哎呀，勇子，管他们呢，这些有钱人就是事儿多，装清高。也是，管几个老顽固干什么？你看咱们这生意爆满，全城第一。只要有这满大厅的客流在，我每天就能日进斗金。林峰，你拿什么跟我斗？你那破3轮车，怕是连个苍蝇都招不来吧？哈哈哈哈哈！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把餐饮当成了儿戏，用最烂的食材配上最劣质的香精，简直是在侮辱厨师这个职业。停车！这味道，火候把控的分毫不差，酱汁醇厚却不掩盖食材本身的鲜甜。在这条满是工业香精味的街上，怎么会有这么纯正的锅气？沈老这是怎么了？这么着急往那路边摊去？沈老，这地方连个正经门面都没有，环境太乱了，要不咱们还是换家酒楼吧？是啊，这路边摊的卫生条件实在没法保证，万一吃坏了肚子，耽误了明的董事会就不好了。好不好吃，舌头说了算。你们要是不习惯，就先回去。我今天必须在这儿吃一口。这控火的节奏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这排档街居然藏着上这种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几位老板想吃点啥？俺们这儿摊子小，菜单都在墙上挂着。大妹子不用看菜单，让你们家掌勺的来一份最简单的爆炒花甲，再来3碗海鲜面，越简单越好。好嘞，马上来。海鲜新不新鲜，火候到不到位，一盘花甲，1碗清汤面，最能见真章。要是连这2样最基础的都做不好，那这香味也不过是虚有其表。这几个人气质不俗，刚才对面广场出来，
八成是吃不惯那些科技狠活。真正会吃的人嘴最刁，我得拿出10分的本领。猛火快炒，逼出花甲本身的鲜甜，用最接地气的手法炒出最干净的味道，这就是大排档的规矩。几位趁热尝尝，面要是不够，锅里还有。花甲的鲜甜被火候完全锁在了肉里，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更绝的是这个酱汁，咸鲜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辣，不仅没有抢走海鲜的本味，反而将其拖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好一口地道的锅气，这才是人吃的饭。这汤头是怎么熬出来的？这面条筋道的不可思议，太实在了！我这肠胃好几个月没吃的这么舒坦过了。再给我加点面。能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把火候和调味把控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年轻人绝对是个被埋没的奇才。小伙子，你这手艺在咱们市的餐饮界不可能籍籍无名。你师傅是谁？怎么会屈尊在这儿摆个路边摊儿？您抬举了，我没什么名师，就是靠着家里传下来的一点调料方子，再加上这3年在灶台前1天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手感，做大盘档其实没那么多花活，食材鲜，良心正，味道自然错不了。好一个食材鲜，火候准，良心正！这小子年纪轻轻，却比那些整天吹嘘商业模式的大老板透彻得多。等等，你刚才说你干了3年，这股独特的复合酱香味，还有这股极其霸道的猛火锅气，1年前我在前面夹角的那个永记路边摊吃过一次，就是这个味道。难道沈老好记性？我就是永记以前的主厨，不过我刚被我表弟扫地出门了。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就说对面那金碧辉煌的海鲜广场，怎么端出来的是一堆工业香精泡出来的垃圾？赵勇那个蠢货，以为花重金砸个豪华门面就能做餐饮，却不知道他把自家的大佛给赶到了大街上。海鲜广场真正的灵魂，原来一直都在你这口铁锅里啊！这他妈还得等多久啊？说是网红打卡地，结果光在外面排队就喂了1个小时蚊子了。哎，黄毛，你看，那边从红旗车上下来的几个大老板，怎么蹲在那破路边摊吃上了？我操，这味也太上头了吧！那几个老板吃完那个满意的表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等个屁的网红店！走，跟哥去对面尝尝。老子就不信这路边摊还能比大酒楼差了。小伙子，坚持你的手艺，别被外面的虚假繁荣迷了眼。我沈青山明晚还来。老板，我看那几个大老板吃挺香，你这儿都有啥拿手绝活？哥今天可是饿坏了，要是做的不好吃，我可不给钱啊！小伙子，兄弟放心，来我这儿不好吃不要钱，给你们上2盘爆炒丁螺，1份招牌炒米粉，保证让你们吃出满汉全席的满足感，行吗？哎，行，就按你说的上，速度快点。做大盘档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猛的火去征服这帮最挑剔也最真实的年轻人。火候差1秒咸生，多1秒咸老，就是现在出锅。我操！太他妈绝了！这肉怎么这么嫩？这酱汁辣中带甜，简直要把舌头都掀掉了！绝了绝了！对面的锅广场跟这一比，连提鞋都不配。老板，再给我们加2箱啤酒，今晚必须喝透。兄弟们，别去对面那个什么永记排队了，全是智商税。马路对面这家风记，这才是真神仙味道。快来，晚了连马大都没得做。赵勇，你虚假的狂欢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真正的时刻是用脚投票的。属于我的反击正式开始了。家人们，谁懂啊？对面那个砸了1000万开的豪华海鲜店，全是预制菜和工业香精，纯智商税。真正的好东西在马路对面这个风记小摊里，这大铁锅炒出来的锅气，这爆浆的丁螺，这秘制酱汁，我拿我单身20年发誓，不好吃你们顺着网线过来打我，价格还不到对面的1/3，无脑冲就完了。就在永记广场对面，昨晚我也在，那味道绝了。小峰，小峰，你快看啊，你火了！昨天晚上那个黄毛小伙子把你炒菜的视频发到网上了，现在同城好几万人都看见了，底下一大片说今晚要来尝尝的。这就是口碑，咱家疯子这手艺早晚得火。现在的年轻人表达方式就是这么简单。赵勇花了几十万买水军搞宣传，结果还不如时刻发自内心的一条短视频。这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装不出来也骗不了人。视频火了是好事儿，但今晚肯定是场硬仗。爸，再去旁边的水产批发部提50斤花甲和20斤活虾，今晚备菜量翻3倍。好嘞，我这就骑3轮车去。
天可是带了兄弟们来给你捧场的，照昨天的标准全上一遍。谢了兄弟，今晚送你个新菜，秘制烤脑花。老板，我也是看视频来的，给我来份一样的。老板，这儿还有桌吗？我连马档都自己带来了。别急别急，大家都有，想坐哪儿自己拉凳子啊，咱这儿没那么多讲究。这怎么可能？那个破摆地摊的哪来这么多人？是不是他花钱雇的托？不可能！我花了1000万打造的网红广场，凭什么他一个破3轮车、几张烂桌子，生意能火成这样？林峰，你敢跟我抢生意？靠着昨晚那一波真实的客流和口碑，我的风纪一夜之间冲到了同城美食新星榜的前列。虽然只有几十条评价，但全都是一清一色的5星好评。什么破网红店，花甲全是沙子，波龙的肉是散的，绝对是死海鲜。避雷避雷！昨晚吃完回去，我和我对象拉了一宿肚子，现在还在医院吊水，又贵难吃，除了装修一事处，纯纯的智商税，骗子！反噬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大排档的核心就是食材，周太为了吃那5成回扣，用的全是发臭的僵尸肉和预制菜。赵勇以为砸了1000万的装修就能掩盖住烂虾的腥臭，可他忘了，老百姓的胃是最诚实的。哈哈哈，曼曼，你看看这流水，昨晚一晚上的营业额破了20万，20万啊！哎呀，我就说嘛，咱们这商业模式绝对无敌。现在这帮小年轻谁在乎吃什么呀？只要灯光打得足，拍照好看，他们就乖乖掏钱。林峰那个土包子，还整天跟我扯什么火候锅气，他累死累活颠一晚上勺能赚几个钢锛？这年头，做餐饮靠的是脑子。勇哥，不好了，出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规矩。怎么了？勇哥，你快看看网上的评论吧，咱们店的差评炸锅了，全都在骂咱们的海鲜不新鲜，还有人说吃进医院了。这群刁民，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勇哥，要不咱们换家供应商吧？昨天那批死蟹的味道确实太冲了，我放了半瓶辣椒精都没搁住。换什么供应商？咱们的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知道了，是林峰，肯定是林峰那个王八蛋。峰哥，他一个摆地摊的，哪有这本事？他这是故意花钱雇了水军来黑我，想把我的名声搞臭。跟我玩阴的，行，老子拿钱砸死你个林峰！曼曼，你马上联系你那些网红朋友，还有那些探店博主，让他们立刻发视频给咱们洗白。勇子，请那些大网红，费用可不低啊。加倍，营销费用给我翻倍，再去给我买10万条5星好评，把这些差评全给我刷下去。你去给我印宣传单，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搞大促销，全场海鲜买1送1，啤酒免费敞开喝。勇哥，买1送1，那咱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啊！我差这点钱吗？我要的是人气，我要用绝对的客流，把林峰那个破摊子彻底碾死在街头，让他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去办！大叔，我这爆炒花甲都点半个钟头了，咋还不上？哎呦，小伙子别急，前面还压着10几桌呢。老板娘，这桌子收拾下啊！短视频口碑发酵太快，客流猛增，爸妈年纪大了，这种靠手写死记的土办法根本扛不住。做大蓝堂，味道是魂，出餐速度就是命。再这么乱下去，客人等急了，这好不容易积攒的招牌就得砸，流程必须改。疯子，你整这些小盒子干啥？以前不都是抓一把直接下锅炒吗？爸，
以前一碗卖20桌，现在一碗奔着100桌去，靠手抓，靠脑子记，早晚乱套。疯子，这牌子咋用？妈，从今晚起，您就坐在棚子底下，只管收钱、发号码牌，别的啥也别干。客人点完菜，拿着号自己找做。爸，你也别拿本子记了，您只负责收桌子、端菜，我一按铃喊号，您直接端走，绝对错不了。那切菜、配菜、看火、颠勺，全指望你一个人，你忙得过来？兄弟们，今晚人更多，估计得等大半个钟头了，先嗑会儿瓜子。小伙子，先喝着，热菜马上就出锅。这么快？大叔，今晚不乱了。5号和8号都是花甲，一起出。9号桌的海鲜粉，底汤共用。15号桌爆炒花甲招牌海鲜粉，走菜。我的天，5分钟，老子屁股还没坐热就齐了，绝了！上菜这么快，味道竟然跟昨天一模一样，锅气足得很。这老板的手速简直神了，这翻牌率比吃快餐都猛，这老板绝不是一般人。到账286元。赵勇，大排档的战场拼的从来不是装修和噱头，这踏踏实实的硬实力，你8辈子也学不会。降了，又降了！昨天晚上老子才卖了不到5万块，马路对面那个破摊子天天排队。周太，你告诉我，你的手艺是不是喂了狗了？勇哥真不赖我啊！网上天天有人刷咱们食材不新鲜，客人一听都去对面了。那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勇子，再这么下去，咱们这1000万的投资全得打水漂。老子不等了！既然他们贪便宜，老子就跟他们玩大了。周太，今天下午开始给老子上线全程脚个价团购套餐，99块钱，波士顿龙虾、香辣蟹、啤酒敞开喝。勇哥，这不行啊！99块连波龙的进货成本都拿不回来，咱们这是纯亏啊！你懂个屁，这叫引流！只要把客人从林峰那儿抢回来，老子有的是办法在别的地方把钱抠回来。立刻给我上架，全网宣发！老子要让他今晚一个客人也捞不着。99块吃波龙，啤酒免费敞开喝。99块吃波龙，啤酒免费敞开喝。疯子，你看对面，这人都让他们用低价给招过去了，咱这一晚上才开了1桌，这可咋办啊？没事儿，我再去把桌子擦一遍，总会有客人的。爸妈，今晚咱们不营业了，收摊儿。啥不营业？疯子，咱这好不容易有了点名气，这一停学，客人不全跑光了？妈，您和爸这几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赵勇这是杀敌800自损1000的干法，99块吃波龙，他撑不了几天。他既然愿意赔本赚吆喝，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放个假。疯子，爹知道你心疼俺们，可对面的阵仗……爸，大排档单靠炒花甲和炒面成不了大气候。赵勇用低价帮我拖住客流，正好给了我潜心研发新菜的时间。只有把咱们的护城河挖得更深，以后店面升级，才没人能替代。爸妈，今晚您二老回屋好好睡一觉，后厨的事儿交给我。赵勇，急功近利是餐饮的大忌，你用科技狠活和恶性低价想置我于死地，却不知道真正的匠人从来不会被困在眼前的冷清里。就是这个节点。赵勇，等你的亏空撑不住的那天，就是我带着这道新秘制彻底接管全城夜宵江湖的时候。你他妈看看这账，骨骼价团购搞了3天，客流是拉回来了，但老子账面上亏了整整30万，连员工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勇哥，99块吃波龙，这本来就是赔本赚吆喝，客人全捡着贵的点，吃的越多，咱们亏的越多啊！老子不管，从今天起，
后厨所有的食材成本必须给我砍掉一半。我不管你买什么，就算你买的是烂树叶子，只要多放辣椒精和科技药料，辣得他们舌头打结，谁能吃得出来？成本降不下来，你这个主厨就给老子滚蛋！周总，这是上批货的返点，不过听说赵老板要硬砍一半的成本，那咱们这回扣的比例，回扣1分都不能少。我在他那儿受气，不就是为了多捞点钱？成本要降，你有啥便宜的狠货，全给我拉来。狠货倒是有，这批冻海鲜在冷库里压了3年了，早成了僵尸肉，肉都发黑发臭了，价格只要市面正常货的1成，但是这味道吃死了人，我可不负责。拿货，全都给我拉到后厨去，只要煮得烂，多加2勺变态辣和除臭剂，神仙也吃不出来。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哎呦，我的肚子好痛！别慌，都别慌！服务员，快倒热水，快倒热水！你这黑心老板，这海鲜绝对有问题，肉都是烂的！大家快报警，打120！别拍，不许拍，我赔钱，我给你们赔钱！你他妈到底给客人吃了什么？你想害死老子吗？勇哥，是你让我砍一半成本的啊！我要不是为那天，我只能买那些冻烂的肉，老子让你砍成本，没让你下毒。为了堵住那10几个进医院的嘴，老子花了整整50万的封口费，50万我的底裤都快赔掉了。现在打人有什么用？虽然钱砸下去举报咱们，这事儿没上新闻，可那些老顾客现在全都知道咱们店吃死人的事儿了。柚子，你快想想办法呀！就是这家店，昨天晚上好几桌人吃进了急诊宴，全都食物中毒洗胃去了。这黑店，倒让我钱我都不进去，真特么缺德！走走走，赶紧去对面峰哥那儿，虽然得排队，但人家那食材是真新鲜，吃的良心踏实。餐饮的底线是良心，跨过了这条线，神仙也救不了。赵勇，你亲手建起来的楼塌了。哟，我当多大买卖呢？一盘炒面10几块，一份花甲20、30。林峰啊，你这菜卖的跟白菜价一样，就算天天排队，累死一天，能赚几个钢镚啊？就是，你瞅瞅你爸妈这么大岁数了，还跟着你在这大马路上吸汽车尾气、端盘子洗碗，你这当儿子的真好意思。你看人家勇子搞的都是高端商业模式，我们这些入股的就等着年底拿大分红。我们帮自己亲儿子干活，心里舒坦。你们拿半辈子积蓄扔给赵勇那个白眼狼，他那破店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们还有脸在这儿瞎显摆？弟妹，你少在这儿眼红，勇子那叫战略调整，大酒楼哪是你们这破路边摊能比的？你们这叫一辈子劳碌命。大伯、三叔，你们心疼自己投给赵勇的养老钱，心里发慌，想跑我这儿来找优越感，搞错地方了。谁心里发慌了？你一天赚那仨瓜俩枣，还不够勇子交1天水电费的。哈哈哈哈哈哈！大爷，说你们外行，你们还真喘上了。你们算过峰哥这儿一晚上的账吗？就在这儿瞎叫上。峰哥这12张桌子，从晚上6点到凌晨3点，平均半小时翻一次台，一晚上翻台率至少100多桌。哪怕一桌只吃100块钱，一晚上流水也得过万，这全特么是现钱。对面那破广场今晚进去过10个人吗？一晚上1万多流水，这怎么可能？大排档的利润做的是实打实的复购，我这儿成本透明，房租便宜，没有冗余的服务员，每天净赚的钱比赵勇那个花架子广场1个月赚的都多。赵勇拿你们的钱去砸虚假的流量，用臭鱼烂虾糊弄客人，他现在资金链断裂，每天光是食材损耗和场地费就在大把大把的烧你们的棺材本。你们不去问他要账，反倒来嘲笑我这个每天把真金白银揣进兜里的人。大哥，勇子那边不会真出事了吧？咱的钱快去找赵勇问清楚。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凭本事挣的，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只会暴露自己内心的虚弱。赵勇的雷已经埋下了，这帮亲戚现在醒悟，太晚。各位，刚才耽误大家吃饭了，今晚每桌送2瓶冰镇啤酒，算我林峰给大家赔个不是。峰哥举起，这会儿绝了，天天来。老哥，一个人啊？今晚想吃点啥？给我来一份爆炒花甲，再上一份你们家新出的招牌秘制牛蛙。您稍等，马上就好。沈老，您来了，没带人。今天不谈公事，就是单纯馋你这口锅气了。坐下陪老头子聊2句。行，这会儿稍微喘口气。好霸道的药香，这香味完全渗进了骨头里，不仅去掉了牛蛙的土腥味，还把肉质的鲜甜雕到了极致。这种对香料极度精准的把控，绝对是下了苦功夫熬出来的。小伙子，这道新菜绝了！市面上那些5星级大厨也未必能配出这么厚重扎实的味道。沈老过奖了，大排档的菜没那么多讲究，不用高汤吊鲜，也不搞精致摆盘。老百姓上一天班累得要死，就图一口重口味的实在饭，料下的足，火候给的够，吃下去能冒汗，这就叫好吃。是啊，料下的足，火候给的够，这么简单的道理，现在有几个人能听进去？你看对面，砸了上千万搞装修，满脑子都是怎么压榨食材成本，怎么用香精糊弄食客的舌头，出了事不想着改，花钱去堵嘴，这不叫做餐饮，这叫作孽。地基是歪的，楼盖得越高，塌得越惨。食客的嘴是最挑剔的，也是最讲良心的。下个月市餐饮协会要办年度评选，分量最重的最具市井匠心奖，我已经决定了，提名给你。沈老，我就是一个摆地摊的，连个正经门面都没有，把这么重的奖提名给我，协会里恐怕会有闲话。门面算个屁，我凭的是匠心，不是装修。只要你的锅底干干净净，味道对得起良心，你就有资格拿这个奖。林峰，守住你这口铁锅，我不仅要让你拿奖，还要让全市做餐饮的都看看什么才是咱们这行的根。这个提名不仅是机会，更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刀，接下来的路更不能有一丝差错。赵勇，我的反击才刚刚预热，你可得给我撑住了。凭什么？他一个摆地摊的，凭什么每天能翻100多桌？老子的降价倒贴，居然全给他做了嫁衣！勇哥，林峰那小子手速太邪门了，而且他那股爆炒的海鲜味根本不是普通调料能对付出来。哥们跟了他3年，他到底放了什么迷魂药？你一点都没学到！勇哥，真不怪我啊，核心的酱汁全是他亲手熬的，那个破陶棍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连碰都碰过。哼，防你跟防贼一样，那你就真去做一回贼！勇哥，这可是犯法的！犯法？你拿假冒伪劣的僵尸肉吃进医院10几个人就不犯法？老子要是破产了，第一个把你吃回扣的烂账交到警察局。今晚你去他摊位上把那秘制配方给我弄回来，弄不回来你就给我滚去坐牢！赵勇现在的资金链已经被彻底脱轨，狗急跳墙，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大排档的核心就是配方，以他那种阴暗的脑回路，明抢不行，肯定会来暗偷。林峰，你别怪我，我也是被逼的。要是不拿到配方，赵永非弄死我不了。找到了，林家祖传的秘方，有了这个，我看你林峰还怎么狂！疯子，你看啥呢？没什么，爸，看了一出猴戏。妈，别慌。那本子是我故意放那儿的，上面写的不过是最普通的去腥配方，根本不是咱们家的核心机密。周泰、赵勇，你们以为拿到了配方就能翻盘？真正的核心是对火候的理解和做餐饮的良心。你们拿着一份死板的假数据，只会把你们自己的招牌砸得更碎。峰哥，你咋在这儿？买死鱼烂虾这种脏活，赵勇怎么不自己干，非得让你来背锅？峰哥，你说啥呢？这是我们广场买来做员工餐的，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做员工餐？那你半夜3更去我摊位上当贼，也是为了给员工加餐？这，峰哥，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你千万别报警，是赵勇逼我的。他说我要是弄不到你的秘方，就把我送进局子里。我要是想报警，今天早上警察就去厨房拿人了，还会站在这儿听你放屁。峰哥，你打算放过我？那个笔记本里的配方是真的，上面写的那10几味香料的克数一点都不假，你可以原封不动的拿去交给赵勇交差。他疯了吗？他整顾大排档的核心就是配方啊！你跟了我3年，我以为你至少学到了点皮毛，现在看来，你脑子里装的全是赵勇那种投机倒把的狗屎。你拿着那个破本子，以为照着抓几把调料就能炒出我那个味道了？做大盘姜，配方是死的，火候是活的。啥叫火候？这锅热油什么时候下葱姜？这勺酱汁在火苗窜到多高的时候淋下去？花甲在锅里翻几下能锁住鲜水？这全藏在厨子的眼睛里手上。你天天用这种发臭的僵尸肉，天天往锅里倒辣椒精，倒除臭剂，你的舌头早就麻了，你的手早就脏了，你连食材的好坏都不敢认，你拿什么去控火？是啊，这3个月，我除了疯狂加辣椒精，我都快忘了怎么清炒一盘菜了。视频我留着，我不报警，是给你这3年叫我一声师傅留最后一点脸面。本子你拿去交差，但你要是再敢帮赵勇对我使什么下三滥的阴招，我不光把视频送去派出所，我还会把你们用烂海鲜吃坏人的证据全抖落给卫生局。滚开，滚开！没长眼睛啊，挡着老子的道了！切！老板，死哪儿去了？赶紧上菜，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都端上来，耽误了虎哥吃饭，老子拆了你的摊子！这几个人脚步虚堂，满嘴脏话，根本不是冲着吃饭来的。赵勇，配方偷不成，就开始玩社会上这套下三滥了。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唱出什么戏。大排档规矩，拿号排队，没拿号不伺候。少废话，老子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脸，我现在就砸了你的锅！两位大哥别生气，这是我们新出的招牌爆炒花甲和秘制牛蛙，您几位先尝尝，算我们请的。哼。这是什么？老板，给我滚过来！怎么，不合胃口？你瞎了！老子在你菜里吃出这么大个蟑螂，我呸！老子花钱来吃饭，你给老子吃虫子！大家快来看啊，这黑心摊卖的是什么垃圾玩意儿？我大哥肠胃可是金贵的很，吃了你这毒虫子，要是出了人命，你负得起责吗？今天这事儿没有10万块钱医药费，我们砸了你的摊子，再把你送进局子里蹲着。我还以为赵勇这能找来什么高明手段，都没沾上。甲壳油光水滑，腿还是直挺挺的，这演技连群演都不如。兄弟，碰瓷儿也得讲点基本功。我这花甲是猛火爆炒出来的，油温200多度，真要是有虫子混进去，早炸成焦炭了。你看看你放进去的这只，翅膀是干的，连我这秘制酱汁都没挂上。怎么着？这蟑螂自带防火涂层，还能在滚油里洗个澡再爬出来。对啊，那虫子看着就是干瘪瘪的，根本没下过油锅。靠，搞半天是来收保护费碰瓷的，差点被他恶心到了。你敢耍我？老子说有就有，你不赔钱是吧？行，兄弟们，给我把这破摊子砸个稀巴烂！给老子砸碎他的摊子！这种街头混混全靠一股虚火，他这一棍子要是敢砸下来，赵勇就得跟他一起进去蹲大牢。操！哪个不开眼的，敢管老子的闲事儿？管的就是你！你们混哪条道的？连我下山虎都敢动，不想活了？便衣支队的下山虎是吧？回局里慢慢虎去吧！警察同志，太谢谢你们了，这帮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小伙子，胆色不错，刚才钢管都快砸脸上了，我看你连躲都没躲。邪不压正，况且我知道他们砸不下来，就算真砸下来了，这医药费指使他们的人也赔不起。哦，指使？你知道他们是受人指使的？这是我摊位上微型摄像头刚拍下的画面，这只死蟑螂是这个人自己带过来，偷偷弹进盘子里的，整个敲诈勒索的过程拍得一清二楚，物证确凿，寻衅滋事加敲诈勒索，够他们在里面蹲个几年的了。带走。同志，我冤枉啊！我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有人花5万块钱雇我来捣乱的。少废话，有什么话回审讯室说。小伙子，这事儿恶劣，得麻烦你跟我们回趟所里做个笔录，配合调查。没问题，警民配合是应该的。爸，你带着妈先收摊回家，别担心，我做完笔录就回。李警官，我知道幕后主使是谁，这帮人只是拿钱办事的刀，真正的毒瘤在马路对面。走吧。
只要证据确凿，不管是谁，绝不姑息。赵勇，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我关门？既然你把警察招来了，那咱们这笔账就借着警方的手彻底清算吧。王虎，物证在这儿，监控录像也拍得清清楚楚，别以为你不开口就能混过去。寻衅滋事加上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你想自己一个人把这大牢底做完？别，李警官，我说我全交代，这事儿真不是我挑的头，是对面那个永基海鲜广场的老板赵勇，是他让我干的。继续说，他给了我5万块钱定金，说只要我今晚去把林峰的摊子砸了，往锅里扔虫子，让他干不下去，事成之后再给我5万，转账记录我手机里都有。他给了你多少钱？李队长，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真正的黑手是赵勇啊！这都几个小时了，虎哥怎么还没来电话？林峰那破摊子早该被掀了吧？哎呀，勇子，虎哥办事你还不放心？估计这会儿林峰正跪在地上求饶赔钱呢。赵勇，你涉嫌雇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铐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是正当商人，你们凭什么抓我？正当商人，王虎已经全交代了。那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要不要我当面念给你听听？带走！这下全完了。赵勇进去了，这摊烂摊子算是彻底毁了，外面还欠着供货商一屁股债。现在不跑，难道留下来陪他喝西北风？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老子还没跟他领证呢。慢慢姐，勇哥被警察抓走了，下面大厅里的服务员吵着要结工资呢，咱们现在咋办啊？咋办？凉拌。赵勇自己作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树倒猢狲散。周泰，不想要债的打死，就赶紧溜吧。哎，这赵勇放着好好的正道不走，非要搞这些歪门邪道。现在好了，人进去了。听刚才路过的人说，他那个女朋友卷着钱跑了，欠了外面几十万的饥荒，真是作孽呀！爸，地基不稳，楼塌是迟早的事。贪心不足蛇吞象，他赵勇眼里只有钱，却丢了做餐饮最起码的良心，落得这个下场，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爸，别看了，水产市场的老板一会儿要送新一批的活虾过来，咱们准备备菜，晚上的客流只会比昨天更多。慢慢这臭，平时拿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老子出来了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妈的，关机！等老子回了海鲜广场，非好好收拾你不可。就算我在里面蹲了几天，我那1000万的广场在那儿摆着，每天的流水也够老子东山再起了。是赵勇，那个黑心老板回来了！别让他跑了！你们想干什么？昨天华人之下哪有这老板？他妈欠老子30万的海鲜钱，拿发臭的死鱼糊弄顾客，现在全城都知道你这店吃死了人，你还想赖账？放手！我有钱，我账上还有20万的流动资金，我这就带你们去拿。有钱，有钱的，有钱的，绝对有钱的。慢慢说，账上还有20万。陈爸，你竟然卷了我的钱跑了！敢耍我们？他账上没钱了，兄弟们，我砸！把值钱的能搬的全给我搬走抵债！别砸了，这是我花了1000万建的帝国呀！别砸了！这就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怨不得别人。属于赵勇的虚假繁荣结束，接下来是我林峰脚踏实地扩张的时候。林峰同志，鉴于你前几天临危不乱，不仅协助警方抓获了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市局特地给你颁发这面见义勇为、警民典范的锦旗。李队长言重了，做餐饮的打开门做生意，求的是一个问心无愧，配合警方是咱们老百姓的本分。呵呵，大家以后来林老弟这儿吃饭，放100个心，这家店的人品和卫生，警方盖过章。疯子，妈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咱们摆个路边摊还能拿上警察局的锦旗，光宗耀祖啊！名声是彻底打出去了，可你看这人，今晚就算把铁锅炒漏了，也招待不下呀。流量已经到了顶峰，路边摊的承造力已经彻底饱和。如果不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顾客的热情很快就会被漫长的排队消磨殆尽。是时候迈出第2步了。爸妈，今晚咱们辛苦点，把客流接住。明天一早，我就把后面这2间商铺盘下来，
咱们不摆摊了，开实体店。林老板，痛快！对面那个赵永刚倒台，你这生意就火成这样，这叫风水轮流转啊！这墙我下午就让人给你打通，200平的大店面足够你施展了。多谢。装修不用搞得花里胡哨，把钱全花在排风和桌椅上。还有，后厨必须给我做成全透明的玻璃房。全透明？那后厨多乱啊！别人不都藏着掖着吗？大排档的底气就是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我要让每一个坐在大厅里的客人都能亲眼看到他们吃进嘴里的菜是怎么炒出来的。绝了！这看着多干净多放心，敢把后厨全露出来，这才是做餐饮的真功夫。没天理啊！老赵家出了个畜生啊！赵勇那个王八蛋进去了，陈曼卷钱跑了，我们的棺材本全打水漂了。你们干什么？这里是餐厅，不在这儿闹事。我找林峰，林峰，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你弟弟欠的债，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三叔、大伯，吃饭我开门迎客，闹事你们找错门了。林峰，你现在出息了，开这么大的店，一天流水好几万。赵勇是你亲表弟，他欠我们的50万，你今天替他给结了。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不能见死不救。他进去了，这钱理应由你这个当哥哥的来还。替他还？大伯，您这算盘打的，我在后厨都听见了。3个月前，赵勇把我踢出局，拿3万块钱打发我的时候，你们在酒桌上是怎么夸他的？说他有商业头脑，说我是个一辈子颠勺的命。那是一时糊涂，谁知道他是个骗子？他搞什么全程鼓者价？你们跑来我的地摊前冷嘲热讽，说你们年底就等着拿大分红。那个时候你们怎么不跟我讲一家人？怎么不把分红分我一半？林峰，你现在赚大钱了，怎么这么冷血？你是不是想逼死我们这些长辈？投资有风险，盈亏自负。赚钱的时候你们落井下石，血本无回了，跑来跟我讲亲情。法律上，赵勇是独立法人，他的债跟我林峰半点关系都没有。要钱去拘留所找赵勇，去报警抓陈曼，我这里1分钱都没有。我不管，你要是不拿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我们天天来你店里哭，我看你这生意还怎么做。把这几个寻衅滋事的人全给我请出去。如果敢反抗或者影响客人用餐，直接报警，告他们扰乱公共秩序。林峰，你个没良心的！各位顾客，实在抱歉，刚才一点私事惊扰了大家用餐。为了表达歉意，今天中午全场消费打8折，每桌再加送1份秘制小海鲜，大家吃好喝好。峰哥局气，对那种吸血鬼亲就不能惯着，做得对，干脆利落，这饭吃得痛快。善良必须带有锋芒，我的店只招待懂规矩、讲良心的人。跑！你他妈接着跑啊！大哥，我真没钱了，陈曼把钱全卷走了，你们再宽限我几天吧。宽限？你欠我们老板80万，明天要是再拿不出钱，老子就卸你一条腿抵债。呸！在！完了，全完了，1000万的广场没了，还背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债。陈曼跑了，亲戚们恨不得扒了我的皮，我还活着干什么？跳下去，一了百了，再也不用躲。峰哥，峰哥，今天晚上咱们卖了20碗面，净赚60块，60块不少了。勇子，只要咱俩肯吃苦，把这味道做扎实了，以后肯定能开个大店，让你天天吃肉。峰哥，我不怕苦，只要咱哥俩一条心，以后这城里的餐饮界肯定有咱们的一席之地。咱们凭良心赚钱，干干净净。凭良心赚钱，
干干净净。我到底是怎么了？这3年，我脑子里只有资本、流量、套路。我用科技狠活糊弄食客，为了省钱买死海鲜，甚至还雇人去砸峰哥的摊子。赵勇，你他妈不是人！峰哥帮你打下了江山，你却把新桃给狗都吃了。你亲手把那个踏踏实实、充满干劲的赵勇给杀死了。峰哥，对不起，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欠下的债，我就是搬砖捡破了，我也得一分一分还上。我丢掉的良心，我得自己找回来。周太是吧？你他妈还有脸出来找活干？永记海鲜吃出人命，你拿1半回扣买发臭僵尸肉的事儿，整个同城餐饮圈都传遍了。老板，我真知道错了，我不要高薪，我给你切菜洗碗都行，只要管口饭吃。滚！用你，老子的招牌也得跟着发臭。餐饮界没人敢用你这种下毒的黑心厨子，赶紧滚！同样是做大排档，峰哥现在是全城餐饮的标杆，受人尊敬，我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一切都是我贪心不足，自己作出来的孽啊！峰哥，对不起，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跟你道个歉。来了，峰哥，我鬼迷心窍，听了赵勇的忽悠，我砸了自己的饭碗，也差点砸了你的招牌。我不是人。这句对不起，你该对那些吃进急诊室的客人说。峰哥，这个行业没人敢用我了。我知道我没脸求你，但我真的想重新做人，哪怕是在你这儿洗盘子、倒泔水、抠下水道，只要能跟着你，我干一辈子都行。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行，我的后厨不能留你。我懂了，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是我自己把路走绝了，怪不得别人。峰哥，打扰了。站住！不留你，不是因为我林峰记仇，而是因为你只要站在这条街上，就永远摘不掉永记黑心厨子的帽子。食客认出了你，心里会怎么想我峰记的后厨？餐饮这行，信任一旦塌了，神仙也救不回来。峰哥，离开这个城市吧，换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哪怕去个路边的小快餐店，从切葱花、洗盘子重新干起。大排档的规矩我教过你，手艺废了可以重学，但做人的底线绝不能再丢了。峰哥，你的话我刻在骨头里了，这辈子我周泰绝不会再碰点烂良心的东西。干啥呢？没吃饭啊？手脚麻溜点，这车祸卸不完，今天的工钱扣一半。对不住，老板，马上好，马上好。以前在海鲜广场当老板，一盘菜卖几百块，我连眼皮都不眨。那时候觉得赚钱太容易，只要会忽悠就行。现在自己靠力气扛，才知道这每一分钱都浸着血汗。大勇啊，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前没干过这种粗活吧？扛不住就换个轻松点的营生。这水产市场的活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谢谢李叔，我得干，我欠了别人很多钱。这活虽然苦点，但是给现钱，能让我心里踏实。以前我以为面子是穿名牌西装、开豪车，现在才明白，靠自己的双手把欠的债还清，把腰杆挺直了，才叫真正的面子。让一让，麻烦让一让。对不起，对不起，老板，弄脏您的裤子了，我给您擦擦。赵勇，赵大老板，你怎么混成这副鬼形样了？要是在以前，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王哥，我现在不是什么赵老板了，就是个搬运工。欠你的那笔尾款，我记在账上，只要我不死，我1分都不会少你的。行吧，看你现在这样子，也确实不容易，慢慢还吧。峰哥，以前你跟我说做生意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不听。现在我懂了，这债我用命去还。等我还清的那一天，我赵勇重新做人。峰哥说的对，手艺废了可以重学，底线必须得重新捡起来。
土豆丝呢？配菜的土豆丝怎么还没切出来？前面客人都吹翻天了。老板，你专心看火，配菜交给我。以前在永记，我嫌切菜累，全买那种防腐剂泡出来的廉价预制菜。现在亲自切，才闻到这土豆真正带着泥土的清香。做饭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半点假都掺不得。小周啊，深藏不露啊！你这刀工没个5、6年苦功夫根本练不出来，怎么沦落到我这小店来洗碗了？以前年轻气盛，走了弯路，摔了个大跟头。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踏踏实实从最基础的活干起。好小子，能屈能伸。从明天起，你别洗碗了，给我打下手备菜，每个月工钱给你涨500。只要你干，我这把老骨头的手艺早晚都交给你。谢谢老板，我一定好好干。好吃，真好吃。峰哥，我终于明白你说的干干净净的锅气是什么了。这碗面是我凭自己干干净净的双手挣来的。干嘛？皮子，你给我出来！你说过这20万投进去1个月就能翻倍的，你出来啊！别敲了，别敲了！这家皮包公司老板昨晚就卷款跑路了，今天早上来了好几波报警的，你那钱啊早打水漂了，赶紧走，别在这碍事儿。跑了，全骗我的，我背着赵勇卷出来的钱全没了。老板，给我拿个肉包子行吗？肉包3块一个，2块钱只能买个大馒头，要不要？那给我个馒头吧。陈曼啊，陈曼，你自以为聪明，算计了林峰，卷了赵勇的钱，以为能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结果呢，你连个3块钱的肉包子都吃不起，这就是报应吗？林峰，以前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他们一家人，觉得他们土，觉得他们一辈子劳碌命。我为了钱跟着赵勇把他们扫地出门，原来真正可悲可笑的一直都是我自己。靠算计得来的钱留不住，靠虚荣撑起的面子一戳就破。林峰什么都没失去，他靠那一双干净的手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而我什么都没。结账，一共8块5，收您10块，找您1块5，谢谢光临，慢走。小陈啊，收银的活儿虽然简单，但一定得仔细，账面不能差1分1毫，知道吗？咱们赚的都是辛苦钱。店长您放心，每一笔账我都会算得清清楚楚，这清清白白的钱赚着踏实。林老板，沈老极力推崇你，我也很看好风记的招牌。只要你签了字，我首期注资1000万，咱们搞中央厨房，全部做成半成品预制菜，冷链一发，1年之内全省开满50家加盟店，绝对赚得盆满钵满。1年50家，全做预制菜，这跟当初赵勇搞的虚假繁荣有什么区别？钱好拿，但丢了老百姓的口碑，这牌子就彻底烂了。李总，大饼画的挺好，但我咽不下，嫌钱少。林老板，你这是泥腿子思维，放着1000万融资不要，你靠自己一口锅一口锅的炒，猴年马月能把分店开起来。哼，大排档的魂就在那一口明火爆炒的锅气上。你搞预制菜，塑料袋一撕，微波炉一热，那叫糊弄洋鬼子，不叫给老百姓做饭。我林峰赚的是回头客的辛苦钱，不赚这种砸招牌的快钱。李总别着急，先坐下。李总，我早跟你说过，这小子的骨头硬得很，资本那一套降不住他。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先回吧。沈老帮我介绍了市里几个绝佳的商铺位置，分店可以开，但绝不能步子迈得太大扯着歹。想要每家店的味道不走样，根子不在装修，在供应链，食材和底料必须统一新鲜。林老板，你看我们这儿的货怎么样？全市的生鲜
我们这儿的冷库物流是最稳的，货不错。但我有个条件，我需要你们建立专线冷链，负责风季所有分店的海鲜配菜，每天凌晨3点采摘打捞，5点入冷库，7点前必须带兵送到各店的后厨，中间的物流损耗和保鲜温度都不行。价格我可以让3分，但我只认这一口鲜，你能保住这口鲜，风季以后的单子全归你。供应链我给你们搭好了，最好的新鲜食材每天送到你们手边，秘制酱汁由我亲自熬制，统一配送。但这最后一道关卡，全在你们手里的这口锅上。倒掉，峰哥。这火候和配料都是按您教的，连克数都没差呀，克数没差。那你看看你这花甲的肉都缩成什么样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大排档的锅气不是数据，油温上来要听葱姜爆开的声音，你这叫水煮，不叫爆炒。这种菜客人的舌头一尝就知道你是个棒槌。重炒，今天这口锅气找不准，谁也别想下班，分店的门也别想开。是，峰哥。小伙子，稳扎稳打，一家一家的开，不贪多，不图快。你这地基打得比谁都牢。沈老，饭得一口一口吃，路边摊起家不能忘了，只要这口干干净净的锅气不散，风季的招牌就永远立得住。第一家分店落地，供应链的齿轮已经开始咬合，属于风季的市井版图，这才是刚刚拉开大幕。林总，您现在都是大老板了，手底下那么多采购，咋还天天自己往这腥臭的市场跑？不管开多少家店，大排档的命脉就在这第一手的新鲜上。我不亲自看一眼，这心里不踏实。老规矩，这批货给我留着，一会儿冷链车来了，这也是对食客负责。得嘞，全程做餐饮的，我就服您这股踏实劲儿。让一让，水桃子漏了，小心溅身上。对不住，对不住，老板，我给您擦擦。没事儿。峰哥，我还有什么脸见他？我以前那么算计他，嘲笑他一辈子是个颠勺的泥腿子，现在人家是全城知名的餐饮老板，我却成了真正的泥腿子。扛这么大冰块，别脱水了，喝口水吧。谢谢峰哥。峰哥没瞧不起我，他还是把我当人看。赵勇，你特妈得像个爷们儿一样站起来，把欠下的债一分一分还干净。不管跌得有多惨，只要还能脚踏实地捡起这柴米油盐，人就废不了。做饭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扛了1年的冰块，总算攒够了买这辆2手推车和煤气罐的钱。1000万的酒楼开过，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现在我就守着这1平米的铁皮车，一碗一碗的把债还清。老板，你这8块钱的大份能有多大？俺们干了1天体力活，饭量大，给少了可吃不饱啊！大哥，您放心，面条管够，要是吃不饱，您再来加，不收钱。行，那给俺俩一人来1份，多放点辣椒。好嘞，2位大哥稍等。峰哥说过，火候是活的。以前我眼里只有成本和利润，根本没把心思放在锅里。现在我得把这丢了的魂儿一点点捡回来。来，2位大哥，您的面好吃。老板，你这手艺可以啊，这面条炒的劲道，菜也给的多，比前头那家10块钱的实惠多了。这酱油味正，吃着得劲儿。老板，再给俺拨2瓣蒜。哎，大哥您拿着，不够还有。今晚卖了35碗，抛去成本，净赚100块。100块放在以前都不够我点一根雪茄的，但现在这钱攥在手里，重得很，也踏实得很，一点一点还，总有一天能还清的。
林总，我这岁数去别的酒楼，人家连面试机会都不给，嫌我年纪大，不会用那些高科技设备，只想要10几块钱一包的预制菜小工。真谢谢您把我和几个老弟们招进来。不瞒您说，全家老小就指望我这份工钱呢。张师傅，您快别这么说，时代在变，但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能丢。那些大酒楼要搞无人化、降本增效，那是他们的路。但在我风纪，您这双能控准火候的手，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真的，在我这儿，只要踏实肯干，手艺过硬，不看年龄，不看关系，大家的薪水、奖金1分都不会少你们的。跟着峰哥干，心里最踏实。林总，恭喜您获得这个荣誉。现在很多青年创业者拿到资金后，都追求快节奏的资本扩张和流量变化，而您的风纪不仅走得稳，还解决了大量底层手艺人、大龄劳动力、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谈不上什么大道理，我本身就是路边摊起家的泥腿子，最清楚底层手艺人想要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公平的机会，一份能体面养活家人的薪水。餐饮不是冰冷的资本游戏，它是老百姓的饭碗，得有人情味。机器炒不出锅气，科技狠活给不了良心，把机会留给真正靠双手吃饭的人，我们的菜才会有温度。这不仅是风纪的根，也是我做人的底线。小伙子，今天在台上讲得好啊，没给咱们餐饮人丢脸。沈老，这虚名高貌带着尘，其实转过头，我还是那个守着铁锅的厨子。老赵，还是你这儿的面实在，跑了一晚上夜车就馋你这一口。前2天我去市里拉货，在别家吃了一碗，那油一股子哈喇味儿，肉丝儿也是烂的，根本比不上你这儿干干净净。大哥您过奖了，做这点小本买卖没啥秘诀，就是食材新鲜，分量给足，您吃的舒坦，我这心里就踏实。就冲你这态度和手艺，以后肯定能干出大名堂。走了啊！不好意思啊，今天面条快卖光了，还剩最后几把，您看凑合炒几份行不？峰哥，叔婶儿，勇子，你咋受脱相了？叔，我活该。来3份炒面，多加点9心菜，少放点盐，我爸妈吃不了，太咸。峰哥，你们还愿意吃我做的东西？开门做生意，客人点了单，厨子就得开火。怎么，嫌我们大半夜来，耽误你收摊了？没有，峰哥叔婶儿，你们坐，我这就炒。这是峰哥第一次吃我做的菜，3年前他手把手教我怎么控火，怎么颠勺，我全当耳旁风。今天我绝不能再搞砸了。这味儿倒是比以前干干净净的。这声火候听对路了。峰哥，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哭够了就站起来，把灶台擦干净。做餐饮的，只要良心没死，火就永远灭不了。曾经我不可一世，狠心算计赶走他们一家人，如今看着二老的沧桑模样，负罪感像尖刀一样刺穿我的心脏。哥，我对不起你们，我以前真不是个东西，被钱糊了心窍，连自家人都算计。我不仅把家底全作没了，还差点砸了哥的招牌。这句对不起我早就该说了，我不是人啊！勇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过你能踏踏实实在这大马路上支起这个摊子，靠自己的双手吃饭，说明你这人还没烂到骨子里。起来吧，地上凉。火候到了，面不错。哥，谢谢你。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别动不动就下跪。你欠下的几十万债，没人能替你还。你自己一碗面一碗面的炒出来，只要你心里一直记着今天这碗面的火候，守住你做餐饮的这条底线，你这辈子就彻底站住了。哥，我记住了，我绝不会再走歪路。哥，你这是干什么？这钱我绝对不能要，我请你们一码归一码。你现在是老板，我们是食客，这是你凭自己的真手艺干干净净赚来的钱，挺直腰板拿着。疯子，勇子现在也挺难的。咱们店里现在正好缺几个分店的厨师长，要不拉他一把？妈，让他自己熬。他现在好不容易靠自己站起来了，如果我再去伸手，他永远只能活在我的影子里，永远学不会自己面对风雨。现在这样，对他才是真正的重生。哥，你放心，这口干干净净的锅气，我赵勇这辈子哪怕饿死，也绝不会再丢了。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以前这个时候咱们还在茶楼里打麻将呢，现在连买包好烟都得精打细算。都怪赵勇那个挨千刀的畜生，骗了咱们的养老钱。现在倒好，听说他在水产市场扛冰块，活该他下半辈子当苦力。老三，你看那是谁？那不是咱们的赵大老板吗？哟，这不是开大奔，怎么今天来微服私访体验生活来了？这车多少钱买的？有你以前那个高脚杯贵吗？赵大老板，给我们炒2份面，别放毒药就行啊。大伯、三叔，面卖完了，你们去别家吧。你装什么大尾巴？面是我包圆的，怎么，你们2位也饿了？林峰，你现在可是市里的青年企业家，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你怎么会坐在这种垃圾摊子上吃东西？你忘了他是怎么坑咱们的了？我没忘，但那是他以前欠下的债，法院判了，他也在用自己的命慢慢还。大伯、三叔，你们仔细看看这双手，他现在不骗人不坑人，凭这双手颠锅卖力气，一碗面一碗面的把你们的钱挣出来，靠自己的双手吃饭，赚干干净净的辛苦钱，什么时候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那些为了虚荣和贪婪迷失了本心，甚至到现在还只会在别人落魄时踩上一脚的人。是啊，我们当初不也是看中了他的高息，贪图他的分红，才把钱砸进去的吗？我们怪他黑心，不也是被贪欲蒙了眼吗？疯子，是我们老糊涂了，我们自己贪心不足摔了跟头，却跑到这儿来找一个卖苦力的人撒气，我们才是真丢人呐！大伯、三叔，以前是我混蛋，我对不起你们，你们放心，我赵勇只要还有一口气，欠你们的每一分钱，我都一定还清。行了，勇子，别说那些了，你能踏踏实实重新做人，比什么都强。行了，火别关了，再下2碗面，让大伯和三叔也尝尝你的火候。好嘞，哥，我这就炒。疯子，刚才邮递员送来的，说是从邻省一个什么小镇寄过来的，连个寄件人名字都没写。咱们家在那边有亲戚？没有，我拆开看看。峰哥，见字如面，你现在肯定是全城最火的餐饮大老板了，不知道还有没有空看我这个罪人的信。1年前，我在你后巷给你鞠的那一躬，是我这辈子最绝望的时候。我以为你不留我是想逼死我，可当我真的背着包离开那个充满诱惑和欲望的城市，来到这个没人认识我的小镇时，我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我听了你的话，从洗碗工干起。刚开始手伸进泔水桶里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心里骂自己，我以前可是酒楼的主厨啊，怎么混成了这样？可洗着洗着，我心里的浮躁竟然一点点被冷水洗干净了。峰哥，我现在炒的不是波士顿龙虾，就是最便宜的土豆白菜。我没有用1滴辣椒精，也有买过1两烂肉。当客人对我说一句吃着踏实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你当初所说的做厨师的本质，让我重新做回了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看什么呢？笑得这么踏实。沈老，一个曾经走迷了路的前同事，现在他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口锅了。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餐饮这行诱惑太多，能悬崖勒马，踏踏实实守住一口锅，这小子也算是涅槃重生了。林峰，你当初没收留他，反倒是救了他一命啊！人这辈子总得摔几回狠的，才知道哪条路是真的。不管是赵勇还是周泰，只要他们愿意靠自己这双手干干净净的吃饭，走到哪儿都不丢人。小伙子，2年了，从马路边支起的一口破铁锅，到今天全城30家直营店的丰记集团，这块牌子你当之无愧。沈老，没有您当初的提携和教诲，林峰走不到今天。今天站在这里接下这块金牌餐饮的牌子，我心里其实挺惶恐的。如果非要说秘诀，丰记的商业机密只有5个字：良心、人情味儿。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我后厨里的每一把青菜都是当天凌晨带着泥土采摘的，每一块肉都是经过严格检疫的鲜货。因为我林峰是个厨子，厨子的天职就是给人再做一口干干净净能放心咽进肚子里的饭。人情味儿就是给每一个愿意踏实生活、愿意回头是岸的普通人一口热汤，一个凭自己双手吃饭的公平机会。这城市的人间烟火里，就永远有你的一席之地。属于我的战场，永远只在这一方灶台之间。 3年了，从高楼坠入泥潭，再一碗面一碗面的把自己从泥潭里拔出来，
今天，这压在背上的最后一座大山终于搬空了。我赵勇，这辈子从没觉得呼吸这么顺畅过。今天这生意又是爆满啊！我看你这摊子都能去市里开个大店了。不抽了，早戒了。开啥大店啊？老赵就是实在，这分量，全夜市找不出第二家。大家吃得饱，我赚的才踏实。下一位想吃啥？大爷，您等一下。老板，对不住，我没弄脏你的地方，我这就走。大爷，您误会了，我这今天多备了点料，实在卖不完了，天热放不住，扔了可惜。您要是不嫌弃，坐下帮我解决一碗。这怎么好意思？我身上没钱。不要钱，您就当帮我个忙，不浪费粮食。您稍等啊，马上好。老板，你是个大好人啊！好人吗？我以前被贪欲蒙了眼，为了钱连亲人都能算计，连良心都敢卖。可现在能用这双手给饿肚子的人做碗热面，听人发自内心的叫一句好人，这心里怎么就这么痛快，这么透亮呢？林总，按照这套方案，加盟费定在50万，所有装修材料、厨房设备必须从总公司高价统一采购。不仅如此，供应链食材我们再加价30%，只要放出300个加盟名额，集团光靠收加盟费就能在1个月内回流上亿资金，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商业盘。50万加盟费，加价30%的供应链，王总，你算过一笔账吗？一个普通老百姓砸锅卖铁凑够这笔钱开店，他得多长时间才能回本？哼，林总，做生意嘛，哪有包赚不赔的？他们回不了本，那是他们经营不善，跟咱们赚加经费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关系大了。这种割老百姓韭菜的加盟模式，赵勇以前玩过，结果呢，家破人亡。风纪的招牌是我带着几百个兄弟一口铁锅一口铁锅炒出来的，谁敢拿他去圈钱糊弄人，我第一个废了他。这份方案作废。好小子，面对上亿的快钱都不动心。沈老，我想推行合伙人培养计划，免收加盟费，总公司全额垫付装修和设备。由合伙人负责门店日常经营，按比例分红。你这是在搞慈善啊！今天，风纪不招传统加盟商，只招合伙人，招那些吃过苦、受过漏，却依然想靠一双干净的手改变命运的人。我们出钱、出品牌、出供应链，你们出力、出汗、出良心。风纪要做的不是在资本市场敲赔圈钱，而是在全国的每一个街角点燃一口真正属于老百姓的热气腾腾的大铁锅。手腕放松，峰哥，我以前是机床厂下岗的，去过好几家连锁店想加盟，人家一听我拿不出30万，直接把我轰出来了。只有你1分钱不收，还管吃管住教我们手艺。老哥，风纪不看存折上有几个零，只看你这双手愿不愿意沾油烟。只要你把这口锅气练出来，把客人味当成自家人一样对待，风纪的分店经理就是你的。年年有余出锅，老张，动作快点，7号桌的客人等着看春晚呢。好嘞，峰哥，今儿这火烧的旺，来年咱们风纪肯定更红火。面来了，大过年的还在外面跑，兄弟们辛苦了。老赵，这大年30的你不回家过年，还在这出摊啊？回啥家呀？我这孤家寡人的，守着这口锅，看着大伙吃的热乎，这就叫过年了。来，一人加2蛋，算我请的。祝兄弟们明年平平安安，多赚钱。能有个奔头，人这辈子就值了。疯子，妈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咱们家能有今天。林峰这小子骨头比铁锅还硬。这杯酒敬我们经历过的所有苦难与挣扎，敬我们永不服输的努力，敬这热气腾腾、酸甜苦辣的生活，更敬我们心底里那份永不褪色的干干净净的真诚与善良。干杯！